咖啡的人文影响。咖啡作为全球最受欢迎的饮料，年消费量超过4000亿杯。它不仅是健康、均衡饮食的一部分，更是在全球各地的许多文化中带来愉悦体验的重要元素，为朋友、家人和同事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咖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阿拉伯地区的种植和交易。15世纪，咖啡在阿拉伯的也门地区开始种植。到了16世纪，它在波斯、埃及、叙利亚和土耳其广为人知。在此期间，公共咖啡馆在中东地区特别受欢迎，人们在那里聆听音乐、观看表演、下棋，同时享用咖啡并讨论当天的新闻。这些咖啡馆成为了信息交流的重要中心，因此常被誉为智者学校。到了17世纪，咖啡传入欧洲。最初，咖啡因其药用功效在药店出售。然而，随着咖啡馆的建立，咖啡很快在欧洲流行起来。1683年，第一家欧洲咖啡馆在威尼斯开业。从历史角度看，咖啡馆一直是欧洲重要的社交聚集点。在17世纪和18世纪，咖啡馆的出现激发了几次文化和政治变革。咖啡馆提供了一个交流意见和培养社会各界舆论的场所。此外，咖啡馆深受自然哲学家、古物学家和历史学家的欢迎，成为了志同道合的学者聚会、阅读、学习和相互辩论的场所。咖啡馆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人们聚集在一起交谈、写作、阅读、互相娱乐或打发时间的场所。一些研究表明，我们使用轻松愉快的对话来建立和维持我们在群体中的联系，以及进行信息传递。因此，通过提供与社区成员定期但无计划的互动空间，咖啡馆在创建社交网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鼓励了社区价值观的形成。咖啡馆作为聚会场所，有助于促进信息的传播，这是非正式的。由于社交在某些情况下通过布告栏的可用性，当信息通过社交网络传递时，社区中的个人会相互影响。所采用的行为和规范反映了这种持续的互动和集体认知。在许多国家，咖啡馆的社交方面已经发展到包括家庭，个人将在家里举办咖啡派对，供朋友和家人聚会和交谈。一项研究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交孤立可能与老年人的认知功能较差有关。另一项研究发现，在疗养院的休息区提供咖啡会鼓励增加社交互动，因此有些人可能会从这种社交场合中受益。工作场所的咖啡文化。咖啡是工作场所中常见的饮料，可以被认为是工作场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作和其他社交场合，让我们喝杯咖啡这句话通常意味着让我们谈谈。此外，茶歇为工作场所提供了片刻的休闲时间，尽管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一项针对丹麦正在经历大规模合并的公共工作者的研究发现，通过在与同事喝咖啡休息时间形成应对社区，工人的压力得到了缓解。这些社区允许与同事进行社交互动，使他们能够分享专业意见和个人对工作的挫败感。这种社交互动对于工作场所的团队建设和员工士气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咖啡在工作场所的文化中，不仅仅是一种饮料，更是一种社交和交流的工具。欢迎分享传播，谢谢收看。